郑峰，我们刚刚看到的是，这一些经典赛球员，他们是披上国家的战袍，为自己国家荣誉而出战的时候，他们是多么努力，想要为这个国家拿下一个胜利。但是我们怎么也没办法想到，今天，伊朗的女足队代表国家来出赛，现在是什么？竟然有生命的危险，生命危险竟然来自于哪里？就是来自于自己的国家。这事件是怎么样呢？就是伊朗的女足队，她原本在澳洲参加亚洲杯，对，结果爆发了战争嘛，因为美国跟以色列攻打伊朗。结果呢，他们3月2号跟南韩比赛的时候，要放国歌嘛，就放国歌的时候被拍到，他们都没有唱国歌，嘴巴都闭上的，都闭上了，所以就被解读为他们在拒唱国歌，他们在对伊朗现在的政权做无言的抗议。然后这个新闻出来之后，我跟大家报告，伊朗的官媒居然说话，他说什么？目前在澳洲的女足没有唱伊朗的国歌，他们是 wartime traitor， 他们是战时叛徒，所以应该受到严惩。你知道所谓的严惩是什么吗？处决，直接死刑。所以这消息出来之后，你看到第2场比赛的时候，这一些女足队球员，你看他们的眼神已经是怎么样？我根本不想比了，我根本不想踢了。没错，我回去我就死了，生无可恋。这场比赛当然也输了。接下来3月8号对上菲律宾，当然也就输了，因为你根本没有心去比赛了嘛。对。然后呢，你知道吗？3月8号离开的时候，因为有很多在澳洲的伊朗人，还有支持这些女足的人呢，看到3月6他们被迫唱国歌，心碎了。他们就3月8号就跑去拦他们要离开的巴士。你说他们要准备走的时候，对，全部人都站在前面说不能走，不能走，因为你走了之后，他们回去就死了。对，而且有7万多人联署，希望他们留下来哦。然后甚至拿着伊朗以前的旧国旗，就是要拦车。对，你知道上面的女足的球员也回应了，他做了让人家心碎的回应，他用一个手势。他不是用大声喊叫，因为车上还有他们伊朗政府的人，所以他们只好用手势求救。什么手势你知道吗？国际的求救手势 SOS， 就是说救救我，救救我。这个画面被人家拍到放上网，大家都心碎了。甚至你知道吗？在这么多人拦住他的巴士之后，伊朗队还试图强行要返国。对，不过你也知道，现在在战争，所以现在的澳洲飞往伊朗的航班基本上是停驶的啊。还好，因为班机停驶，对，所以其中这个队大概有26个人，对，其中有5个人赶紧在3月9号逃出来，去跟澳洲政府寻求庇护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澳洲政府第一时间对，是很冷淡的，他只有说对我们有收到他们寻求庇护。就没了，所以就很多人质疑澳洲政府，他们是赶快去求救，结果你澳洲第一时间竟然不收。其中有一个人，你知道是谁吗 ？Donald Trump， 川普生气了，川普生气啊，他直接在社群平台上跟谁？跟澳洲的总理Albanese，他跟他讲什么？他说总理先生不要这样 ，Don't do it。他说，如果你强迫这一些人回国的话Australia is making a terrible humanitarian mistake。你正在犯下一个严重的人道错误啊！直接开枪另外一个国家的总理啊，而且他直接讲非常白哦，他说如果你今天还要继续这样干的话，怎么样？美国会接收他们，没错，你不接收，我川普来做。所以澳洲总理马上转向。Albanese 他就说了更正，他就做了一个政策，他隔天就叫他们的内政部长 Burke 去他们的 safe place， 就是他们的这个安全屋里面去找亲自去找这5个女足球员，做什么你知道吗？颁发人道签证给他们，你们可以留在澳洲3年。他甚至还喊话，他说不止这5个，其他21个人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也可以来寻求我澳洲庇护，我通通收了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耀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